在上段节目里面呢，我们聊到的是 AI 人工智慧。那除了 AI 之外呢，5G 也是近几年非常热门的技术应用。可是 5G 听起来有点难哦，但是有非常多的新创团队对于 5G 的应用，都有非常优秀的表现，加上了高通的这个技术的协助。所以我们在这一段呢，一样邀请到高通的伙伴，还有3组新创团队来跟我们分享 5G 的无限可能。我们现场欢迎的是高通的资深行销经理 Mac， 还有3组来自高通台湾创新竞赛的优秀团队，要来跟我们一起聊聊数位转型创新如何释放 5G 的无限潜能。我们是不是先请现场来宾跟观众朋友打个招呼 ？Mac。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高通的资深行销经理 Mac， 那我负责5G 以及各相关的产品。大家好，我是联奇技研的 Co-founder Christy， 我们负责的是5G 的智慧大楼自主化管理。嗨，大家好，那我是 QD Medical 的研发部副总 Jaco， 那我负责的部分是产品的研发以及设计。大家好，我是业安科技的执行长 Duncan。那我们业安科技是提供一个智慧贩卖机升级的一个解决方案。OK， 欢迎4位哦。我们刚刚已经稍微简单的听一下3组团队大概分别做什么，可是我们还是很好奇，想要深入了解一下，可不可以请3组团队先个别跟我们介绍一下你们的产品跟服务？联奇技研来讲的话，我们是做一个商用物联网，那主要是针对智慧大楼，然后还有智慧旅宿。那未来我们是希望可以往智慧城市的这个方向去进行。那我们做的是智慧的环境感测技术。那未来的话也会去结合像生物的特征的辨识，那来去做一个智慧大楼整个的自主化。那这样等同于就是我们给每个大楼都一个大脑，让他们可以自主去判定。那我们后面的 AI 演算模型会给每个大楼他们专属的自己的一个模型。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就不是由人来控制机器，而是由系统可以自主判定。QD Medical 呢 ？OK， 我们 QD Medical 主要做的是心电图的系统。那我们将传统非常大台的医院的心电图，把它变得非常的小台、可吸式的。那另外我们有一个专利的电脑贴片。对，那这贴片的设计会让整个使用变得非常的简单。对，原本可能是需要受那个训练的操作员才能帮忙贴。对，那可是我们让他任何人都可以在家里就自己贴，所以我们将12岛的心电图从医院、诊所带到了家里。对，那由于现在就是远距医疗非常的盛行，对，那这东西的话就是让远距医疗就是可以更加容易的使用。医生只要像我们在美国的话，就是有一个叫 Express 区的服务，那医生跟我们公司下单，那我们会将这个心电图系统以及贴片寄到病患的家里面。对，那他就可以自己的完成一个12岛心电图，再将结果汇传给医生，医生做个诊断。所以医生跟病人不需要见面，对，他们可以就是完成了一个12岛心电图的诊断以及判读。对，那这部分的话就是非常适用于远距的医疗。对，远距医疗在现在这个疫情肆虐、非常严峻的当下，是更为重要了。就是说，当医生跟病人受疫情所苦，没办法面对面接触，然后问诊的情况之下，有了这个智慧医疗、远距医疗，然后技术的协助，再搭载的5G，可以大量的、快速的传输资料的情况之下，就一样可以达到非常好的医疗的效果。是。好，那Duncan呢？我们其实是提供一个物联网的一个模组，那很快的3分钟内可以挂在这个贩卖机里面，让传统贩卖机升级成为智慧型贩卖机的一个方案。那其实贩卖机这样升级之后，它其实可以很快来支援像行动支付的功能。那我们在全亚洲支援42种以上的行动支付。那另外一个重点是说，当贩卖机联网之后，其实我们可以提供给我们的客户各种精准的销售数据、库存数据，让他们更好的去做决策。那去年也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让贩卖机可以辨识你的身份，让你知道你是谁。那跟卫福部跟台北市政府完成了这个口罩贩卖机的这个应用。那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在亚洲7个国家提出这样的解决方案，然后有超过上千台的贩卖机使用我们的服务。所以在刚刚3位的分享里面，无论是应用在智慧城市、智慧医疗、智慧零售，那各个不同的领域，我想某部分我们都看到了，就是从去年开始到今年，我们面对所谓的新常态，数位转型其实是非常的重要，而且它不等你，当它需要的时候，它就是来到你面前，你就非得面对它，你就非得转型不可。我想请教 Mac 的是，高通作为这个5G 技术的领头羊跟领先者你们自己怎么看待就是未来5年5G 的发展趋势，还有它有什么样的市场商机
我想主持人这个问题，我相信是各位观众，然后及其在座的各位都非常关心的一个议题。那其实从去年开始，算是一个5G 的发展的一个元年。那大家最先接触到的，大概是所谓的一些电信业者开始推销5G，在手机的智慧的 smartphone 这样的一个产品开始慢慢推广所谓的5G。那其实根据 IHS 的这样的一个最新的报告，甚至到超过5年、10年这样子的一个产值，甚至会达到这个13兆的这样子一个美金的一个金额。那创造了就业的人口可能会超过2000万这样子一个数据。那这样子的一个数据是基于什么样的条件？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后疫情时代，其实大家发现就是人与人可能必须在分开两地的情况下去做任何的，不管是医疗或者是照顾，或者是就业，甚至是沟通方式，都必须是没有办法互相接触。是。那这样子的一个前提下，其实就必须仰赖科技的一个领先的一个进步。那高通其实在5G 的技术方面一直处于一个这样子一个领先的状况，提供给人们怎么样更贴近这个社会的一个应用。那在这5年内，其实我们可以看到，5G 不外乎就是所谓的高传输、那低延迟，还有多连接这样子的一个发展前提下。那以现阶段这1-2年来讲，大家主要都 focus 在是一个所谓的高传输的这样子一个提升。那其实在未来的3到5年，我们发现到就是低延迟会是一个5G 有别于以往其他的世代这一个通讯的一个跨领域的还有一个跨时代的一个进步。那所谓的低延迟其实就会应用到什么？像我们刚刚提到的这种远距的一个医疗。假设你想象，如果一个人一个现在比如说处在一个 COVID-19 的状况，那如果他没有办法直接很快速的获得这样医疗的资源，那他怎么样利用远距的方式，没有间隔的方式，可以去获得这样子的一个医疗？那另外低延迟其实跟高传输是不可分割的，对，所以这也牵扯到所谓的毫米波这样子的一个特性，怎么样让它的大频宽可以跟低延迟来去结合。那所以高通也一直致力于在这个毫米波的这样的一个发展。那这我们看到也是将来5年以内会逐渐发酵的一个部分。哇，刚刚 Mac 举到的这个情境跟案例，其实就是 QD Medical 正在做的事情嘛。没错。对，当我有不舒服，然后可能需要心电图的诊断，可是第一个医院可能是一个疫情高风险的场所，然后第二个医生可能没有时间跟你面对面的接触。这个时候采用 QD Medical 这样的方案，其实就是很适合可以做到。当然要结合刚刚 Mac 说的，要能够高传输、低延迟，对，那才能真正落实远距医疗它所想要达到的效果。好，我们回来谈谈零售业的应用好了。就是我想易安除了是高通台湾创新竞赛的优秀团队之外，其实去年也在口罩国家队里面，像刚刚 Duncan 自己讲的嘛，就是我们也贡献了1分的心力哦。那其实零接触这件事，就是在疫情的环境底下，我们看零接触也是零售业的一个趋势，包含了行动支付。就是像日本他们现在都尽量在宣导大家不要再用钞票了，因为钞票上面也容易沾染病毒，所以鼓励大家要用行动支付，这是一个。那当然，除了面对疫情之外，零售业的转型还包含了像刚刚 Duncan 提到的，怎么帮你判断你的销售的数据啦等等的，其实这都是业安希望帮大家做到的。所以可不可以先请 Duncan 跟我们分享一下，零售业未来在数位转型上面有哪一些趋势可以把握，然后有哪一些机会也是新创团队想要去开发的？我就针对我比较熟悉的贩卖机零售产业的这个数位转型来做分享。以贩卖机来说，它其实是一个已经超过30年以上的这一个产业。那过去其实网络并不普及，所以说它很多的管理作为呢，其实都停留在资本抄录的这个阶段。那所以我们在看到这一波的这个最大的问题，其实近期也有媒体报道，就是日本的贩卖机产业，他们着重利用 AI， 然后经由 AI 的分析来提升他们整体的销售数量。那我们再看，你要做 AI 分析之前，最重要的第一个点，就是要先获取数据嘛。如果没有数据，如何计算 AI？ 那这个是我们在贩卖机市场看到第一个要做数位转型要解决的第一个痛点，所以我们才推出我们的解决方案，让贩卖机的资讯可以快速的回传到云端。
那下一步呢，其实在做销售的这个升级之前，其实贩卖机产业的转型还有另外一个大的痛点，就是其实贩卖机是某种程度的物流业，所以说他们其实如何有效率的去对贩卖机做运补这一件事情，是需要经由前一段数据的截取，然后来去做计算，来优化它运补的网路啦，跟带货的准确度。那在经由我们数据的截取，其实也可以做到这样子的效果的一个强化。那所以我们整个来看，现在在做这个数位转型，最重要的其实是数据攫取的部分，然后让他们去做精准的分析。那我也来分享说，在我们在做整个贩卖机产业或传统产业数位转型，其实最大遇到的这个阻力，其实不是科技。我们常常会遇到说第一线的这个使用人员对科技的这个排斥。那这样的部分的时候，其实当我们有这个科技的底气，另外一个就是要去考虑到第一线使用者如何无痛的去接纳这个新的科技。那我们就会在这一段就是会着重在跟使用者的 feedback， 然后去让他们可以无痛的接纳新的科技。OK， 好，我们来聊聊远距医疗。就是我们知道，其实 QD Medical 在2019年，其实你们就通过了美国的 FDA。是。OK， 那发展到现在，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实际的因为 QD Medical 这一套12导程的心电图，然后这套系统来促进自己的健康或者在医疗上面获得改善的一些故事。OK， 好的。那我们在2019年通过 FDA 之后，那就开始在美国市场销售。对，那今年我们也通过 TFDA， 然后在台湾市场销售这样。那除了销售之外，其实我们着重的一个是服务的部分。对，那我刚刚有提到一个服务，就是因为去年 COVID-19 的关系，所以医生跟病人其实是不能去医院的，对，已经 lock down 了嘛。对，那但透过就这种是远距的，就是医疗器材的寄送以及量测，然后远距的诊断的方式，那其实病人跟医生之间是不用见面的，那就可以完成一个量测。我们在美国的话，就是很多大医院，包含像 Stanford， 他们都使用我们这个服务。对，那他们的结果也是非常的满意。对，那我们希望就是随着未来就是整个发展更大的时候，我们是会有一个在云端的 AI 的诊断系统，一个辅助判读的系统。对，那这部分的话，可以协助医生在前面就先有一个关卡，一个方式，可以让医生可以先知道说，这位病人的紧急的程度，对，然后再 pass 给医生，那这样可以节省医疗的资源。对，那随着就是5G 的发展，那整个智慧医疗这边，我们会让所有的资料，不管是 ECG， 甚至更多的医疗资料都联网，都收集在一起。对，那做一个完整的一些疾病的一些辅助的演算，那让整个智慧医疗是更自动化、更 smooth 的，可以让因为我们会怕就是医疗资源会crash 嘛。对，那但透过演算法，透过5G， 透过 AI， 其实会大大的避免这件事情发生。我想在刚刚 Duncan 跟 Jaco 的分享里面，我们都看到5G 可以帮助我们的所谓的技术应用或技术发展，就提升到另外一种越级打怪的层级哦。对，那我们刚刚听完的是零售的应用，还有医疗的应用。我们接下来在智慧城市跟防灾这一块，我知道 Nextech 在那个台北，就是高通台湾的这个 Qualcomm Innovation Center 里面，其实有装一套叫做 Find 这个系统。那可不可以请 Christy 跟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 Find？ 然后据说它有侦测房间的这个安全系数的功能，详细它的这个功能是什么？然后你们为什么会想要把自己的科技技术应用在这样的服务上面去？Find 它的全名叫做 Fuzzy Intelligent Detection System， 它其实后面还有一套是 Fuzzy， 还有混合了其他演算法的一个模型存在。那它显化出来的其实就是感测器。我们跟人家最大的不同是说，其实在传统来讲，要部件这样的感测器需要布线，那我们的话是直接随插即用，因为里面是直接走wireless 的技术，插在插座上面吗？对，直接插座上面就可以。那 either 你是要插座，或者是你要直接里面
battery embedded， 那个其实都是可以去调教。但最重要的就是说，每一个的空间你要装什么样的感测器，你要感测什么样子 parameter 的系数要去做调整。那人工智慧是来自于工人智慧，我们会先放很多的参数让它去做一个 learning 完毕之后，这样子的一个模型就是专属于在这个的空间里面。所以其实像是在高通的研发中心，或者是说台湾某3大的博物馆里面都有我们的设备。那这个的设备其实就是去侦测他们不同的环境里面的系数。那因为 NASDAQ 它其实本来是做一个无人前台管理系统，刚好最近的无接触的商机，所以其实这一块 Fine 系统会跟着我们的系统直接做进去做部件。那其实把所有的大幅的成本都降低了。那我们做的是不是说第一时间我们去找说，有火灾了我们才开始去 alarm？ 我们不是，我们是在它的危险系数觉得说需要去警示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派人过去看了。那这些东西以往都是要人工一直去看，或者是说你要听到 siren 一直在那边叫，你才可能去看。现在都不是，现在是直接用环境来去侦测，用系统直接去 monitor 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当一点点有问题的时候，它的耳浪起来的时候，那边的人我就可以去通知有关当局去检查一下这个环境，来去避免下一步的灾害。OK， 所以这个 Fine 系统除了现在在 Qualcomm Innovation Center 有实际应用之外，其实刚刚 Chris 有提到，就是在博物馆，哇，真的博物馆也真的非常需要这样的系统，因为万一一旦有一点点小灾害发生，那个损失可能是非常巨大的。对。所以除了博物馆之外，那未来5年，你觉得在防灾服务这个市场上面，还有哪一些机会跟商机需求？其实像现在来讲的话，因为我们是做无人的旅宿还有管理系统。那当你 Fine 进来的时候，我们会再加一些像刚刚Mac 提到的毫米波，其实我们会加进去侦测这样的生物特征。原因是因为当旅客在里面去住宿的时候，其实大家会很在乎的是居住品质，而旅馆需要旅馆或者旅宿业者他们需要的是客人的一个健康状况这样。那其实像现在大家都是用健康实名制，可是有的时候往往是有一些意外你是不知道的。那它其实我们加入了一些功能，可以让商用的空间这样的管理者可以去确保说旅客或者是客人他们的一些安全。OK， 好，那最后我想要请教 Mac， 就是说5G 这件事情，在刚刚大家的分享里面，它的应用一定是越来越广、越来越重要。那高通作为5G 技术的领导者，那现在深耕台湾也超过20年，你觉得台湾在5G 行动时代有什么样的优势？那同时，要继续保持这样的优势，你觉得最需要的资源会是什么？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是一直我看到非常兴奋的，因为其实台湾从过去在20-30年，刚好随着这一波的科技的进步，其实也慢慢起飞。那也培养多了非常优秀的这个科技人才，其实包括我自己本身也是一个科技人。是。那我非常兴奋，是因为台湾从过去的代工到开始有自有品牌，那其实看到现在在座的各位，就是更多的这种所谓的新创团队的这种我们所谓的遍地开花。是。那配合现在的5G，其实它给大家的空间不在乎是以往的4G、3G 这样子的一个比较在于传输的一个应用上的一个发展。而是在于一个就是所谓的各种不同的场景，比如我们刚刚提到的传输速率，或者是所谓的 AIoT， 甚至是所谓的物联网，然后或者是车联网，这方面各种的空间都是在的让台湾这种技术人员可以去怎么样的做一些新创来去开发。那高通在台湾其实深耕了超过20年，其实我们也持续的在不断的挹注这样子的一个新创的一个 idea。在背后支持他们，所以我们也很多这种所谓的新创的一个竞赛。那其实这个目的也是希望说，激发更多台湾从过去的硬实力到之后的软实力，怎么样结合这2个，那来去以台湾做一个基地，把这样的技术发扬到全世界。那其实这个世界现在其实慢慢的在做一个新的转变、新的常态。那技术的应用其实一直不断的必须要可以克服环境的一个改变，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也很期许不管是在座的各位，或者是现场的，那能够继续的加油。OK， 非常谢谢 Mac， 也非常感谢今天3组新创团队，分别是 Nextech、QD Medical 还有叶安科技来到现场跟我们分享。
高通要用5G 还有 AI 领域的专业技术还有专业能力，其实不断的支持新创团队。我们也期许未来可以发掘越来越多优秀的新创团队。非常谢谢大家线上的朋友加入我们的5G 行动时代联网创新未来的论坛，我们下次见。